我是瓜皮儿。闪电侠前情回顾，经过希斯科和乔的调查，他们重现了15年前拜瑞母亲遇害当晚时的画面。他们也发现了那道红色闪电正是拜瑞。为了能够在自己穿越到过去的时候拥有足够的实力，拜瑞决定要变得更快来拯救自己的母亲。事情回到1年前，粒子加速器爆炸当晚，在第一期视频中出现的变种人马丁，因为乔当时要逮捕他，马丁驾驶飞机飞上了天，而加速器导致飞机爆炸。但是在飞机上还有另外一个人，马丁的哥哥马克，他也因此获得了超能力。当时乔为了救下拜瑞，2枪带走了马丁。为了给弟弟复仇，马克开始四处杀人，只为找到乔。威尔斯和希斯科亲如父子，看着喜剧电影，吃着膨化零食，他们几乎无话不谈。希斯科本要去参加哥哥的生日聚会，马克袭击停尸房的事情打断了他们。通知拜瑞后，闪电侠第一时间跑到了现场。拜瑞在路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，犹豫了一下，拜瑞停在了原地，可他还是晚了一步。拜瑞心不在焉地碰洒了队长的奶茶，根据尸体的受伤程度，拜瑞猜测是被冰雹砸死的。艾迪拿来了唯一的录音，乔一下就认出了凶手是马克。一伙人在实验室商量着怎么解决马克。等大家都走了以后，拜瑞把自己看到另一个自己的事儿告诉了威尔斯。威尔斯认为那是速度太快造成的海市蜃楼，让拜瑞不用太在意。回家的路上，拜瑞告诉乔，自己和艾瑞斯的关系又开始变得复杂了起来。还没多说，马克就袭击了他们。马克引了一手天雷，直接劈向了乔的车。拜瑞赶忙把乔救了出去。现在马克一心想要杀死乔，队长辛格命令乔待在警局不要走，他必须保证自己手下的安全。很快，希斯科研发出了对抗马克的武器。今天早些时候，艾瑞斯的同事经过调查，发现威尔斯有些不对劲儿，他涉嫌一桩杀人案，但没有过多的证据。拜瑞认为这根本不可能。晚上，希斯科把武器送到了警局，顺便因为拜瑞说的话问了乔。他有点怀疑威尔斯在故意隐瞒什么。忽然，马克来到了警局，还是和一群警察坐电梯上来的。希斯科赶忙召唤了拜瑞，马克边解说边对峙乔。警察局竟然一个人也不过来。马克打翻了乔，正要引天雷劈死他的时候，队长辛格冲上来为乔挡下了致命一击。这时拜瑞才赶到，拿着秘密武器打跑了马克，但辛格还是重伤昏迷不醒。另外一边，希斯科一直因为威尔斯的事心不在焉。他调查了当初抓住逆闪电时的设备运行状况，发现设备没出一点问题。为了进一步调查，希斯科让凯瑟琳明天早上拖住威尔斯。第二天一早，希斯科就开始偷偷调查当时的仪器。希斯科发现设备根本就没有出现意外，他们抓住的逆闪电也只是一个残影。同一时间，乔独自一个人开始追查马丁，半路上碰到了专门过来支援的艾迪。刚来到马丁的藏身处，乔就被马丁活捉，把他带到了海上。乔被抓起来的事儿很快被艾迪告知了警局。拜瑞安慰着艾瑞斯，马丁打了一个电话，想让他独自过来送死。艾瑞斯转眼就告诉了拜瑞。另一边，凯瑟琳在拖延着威尔斯，可他一回头的功夫，威尔斯就已经消失了。此时，希斯科已经发现了当初的逆闪电全是假象。忽然，威尔斯出现在他身后，博士站着走了进来。他告诉希斯科，他的本名叫埃尔伯德斯旺，和艾迪斯旺有着血缘关系，所以他当晚没有杀死艾迪。斯旺也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2个自己，当他急速移动时会创立一个残影，而15年前他本是去杀死拜瑞的，他来自未来却回不到未来，只有闪电侠的速度能让他回家。斯旺最后很惋惜希斯科，他一直把希斯科当做了自己的儿子，可希斯科知道的太多了。斯旺最终杀死了希斯科，以防后患。另一边，拜瑞已经和艾瑞斯赶到了现场。此时，马丁引起了巨大海啸，生死关头的时候，艾瑞斯突然对拜瑞吐露了心声。他说自己一直都爱着拜瑞，眼下这种情况，拜瑞不得不用另一个身份阻止马丁了。传说中的闪电侠居然就是自己的青梅竹马，艾瑞斯都傻了。拜瑞为了阻挡海啸，开始围绕城市正反奔跑，打算用自己的速度抵消海啸。巨大的压力和信念让他的速度快到了前所未有。忽然，拜瑞冲破了时间，在路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，犹豫了一下，拜瑞停在了原地。希斯科提醒他赶快去停尸房啊，等啥呢？来到停尸房后，拜瑞还是晚来了一步。这次拜瑞刻意慢慢走了进来，没有碰洒辛格的奶茶。昨天发生的事情重现在了眼前，艾迪还没有掏出录音，拜瑞就直接断定凶手是马丁。一伙人在实验室商量着怎么解决马丁。拜瑞把每一个人要说的话都猜了出来。威尔斯一看就不对劲儿了，找拜瑞就要 talk。拜瑞只好把急速奔跑打破时间的事情告诉了威尔斯。博士警告他，时间比你想象中要复杂，你必须隐瞒这件事，而且要原封不动地重新度过今天，否则一点偏差都会引起巨大的后果。
回到警局，看着辛格和乔，白瑞直接跑到了马丁的藏身处，把他抓进了超能监狱。威尔斯对此无话可说，他只是警告白瑞，你玩弄时间，时间就会玩弄你。没有马丁的事儿，希斯科参加了哥哥的生日聚会，他的哥哥丹提讨厌的一痞，处处针对自己的弟弟，而白瑞还在和博士研究发生的事。影响白瑞速度的因素很多，情感环境、精神状况等等。乔对白瑞的不正常也感觉不正常，但是这件事儿白瑞必须对任何人保密。时间的报应慢慢推向了白瑞。琳达和他和平分手，白瑞只能找到艾瑞斯 talk。他以为昨天艾瑞斯对他有意思，就等同于今天艾瑞斯对他有意思了。在酒吧里，希斯科被一个金发妹搭讪，两个人正要滚进爱情的怀抱，希斯科才发现金发妹是斯纳特的妹妹丽萨。冰火两重天又回来了，他们抓住希斯科是为了让他重新打造冰火枪。为了防止希斯科不同意，还抓来了他的哥哥丹提。一夜过后，希斯科给甲方提交了成果，还给丽萨造了一把金枪。白瑞如同往常一样找到艾瑞斯 talk， 可他刚表白就被艾瑞斯果断拒绝了。时间的另一个报复开始了。威尔斯却一点也不惊讶，面对为非作歹的冰火两重天，白瑞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，毕竟希斯科还在他们的手上。警方调查现场的时候，艾迪给了白瑞一胖子，以此警告白瑞别再表白艾瑞斯。各种报应让白瑞心态爆炸，他只能把一切告诉了威尔斯。现在的事情比穿越前更难解决，但这就是玩弄时间的下场。这仅仅是一天，如果白瑞穿越到15年前或者更久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希斯科这边，斯纳特给了他一个选择，说出闪电侠的真正面目，或者是哥俩双双把家还。就这样，希斯科安全回到了实验室。虽然他暴露了白瑞，但是大家并没有怪他。威尔斯单独和希斯科 talk 了几分钟，他们来到了当初抓住逆闪电的地方。威尔斯希望他不要太自责，每个人都有自己脆弱的一面。此时冰火两重天正在打劫，白瑞单独把斯纳特带到了几公里外，他摘下了面具，两个人 need talk。 斯纳特早有一手准备，如果他有任何闪失，就会对全城公布闪电侠的身份。他享受的是和闪电侠对抗带来的刺激感。白瑞告诉他，如果你想赌上一切对付我，随你便，但是如果你伤害我的家人，就算你公布了我的身份，我也一样会干掉你。看着眼前这个男人这么有种，斯纳特决定暂时和白瑞达成了协议，两个人亦敌亦友。回去后，凯瑟琳给了白瑞一个台阶，他告诉艾瑞斯和艾迪，白瑞现在处于闪电击中后遗症，经常会控制不住自己，他们三个人才重归于好。而那名怀疑威尔斯涉嫌杀人案的记者布里奇，半夜就被逆闪电掏了心。白瑞看到布里奇失踪的新闻时，威尔斯正在他面前，他突然联想到布里奇说的案件，白瑞立刻开始整理思绪。各种迹象表明乔的猜测是对的，威尔斯并不是他们熟知的样子，这一切都要从15年前说起。那天晚上，白瑞和逆闪电一路打到了家里，就在逆闪电要杀掉幼年白瑞时，那道黄色闪电把白瑞送了出去，那正是白瑞自己救了自己，因此斯旺才恼羞成怒，杀掉了他的母亲。但穿越所造成的巨大能量消耗，导致斯旺的速度慢慢流逝，他没有足够的速度回到自己的未来。而15年前的威尔斯和妻子正商量着创办实验室的计划，星辰实验室的名字也是他的妻子泰斯命名的。来自未来的斯旺因此盯上了威尔斯博士，并且故意制造了车祸。在未来，威尔斯的确制造了粒子加速器，但是为了回家，斯旺必须让这一切提早几年发生，因此斯旺易容成了威尔斯，用另一个身份活了15年。但这些白瑞他们并不知道，想要抓住斯旺就必须有足够的证据，他们必须有足够的耐心等待。城市里出现了病态的罪犯，他把礼物装上炸弹袭击了公园，一个小朋友险些丧命，好在白瑞及时赶到，他不但袭击了城市，还全程直播。这个罪犯自称魔术师，20年前也有一个自称魔术师的罪犯杀了10余名无辜的人。乔和白瑞开始刻意避开威尔斯，老魔术师现在还在蹲大牢，他表示自己根本不认识外面那个冒牌货，也并不在乎冒牌货在外面杀了多少人。他只是告诉了乔，他们自己有一个秘密基地，在秘密基地里，白瑞和乔险些被炸死，里面的东西已经彻底搬空。他们再次找到魔术师，询问丢失的是什么，得到的答案是一枚巨型炸弹，足以让整个城市彻底消失的炸弹。而那个冒牌货已经把炸弹安放在了城市某个角落。商量决策的时候，威尔斯就感觉到白瑞不对劲儿了。单独 talk 后，白瑞算是蒙混过关。白瑞开始快速搜索冒牌货所说的安放地点，搜了几遍都没有找到。威尔斯提醒他，这可能是个陷阱，炸弹也许根本就不在那里。但是白瑞不相信他，硬要找出炸弹，因此白瑞错过了机会。冒牌货真正的目的是救出老魔术师，他们还抓走了一个人质，白瑞的父亲亨利。冒牌货一直都是按照老魔术师进监狱前留下的线索行事。老魔术师直言，我就是你爹，所以我才需要你。白瑞陷入了自责。
如果他当初相信威尔斯，父亲就不会被抓走。但是去相信一个杀死自己母亲的人，又谈何容易呢？可不管威尔斯做了什么，他目前肯定会一心帮助白瑞。当晚，父子魔术师就劫持了晚宴上的所有人，包括西方记者艾瑞斯。艾瑞斯偷偷给父亲拨去了电话，魔术师已经给所有人下了毒，1个小时后就会暴毙身亡。希斯科顺着电话的定位找到了艾瑞斯的位置，白瑞刚刚赶到就被装上了炸弹。如果他的时速低于970公里每小时，炸弹就会立刻爆炸。白瑞只能玩命奔跑。威尔斯开始引导白瑞穿墙，他让白瑞和空气产生共振，让身体上下每一个细胞保持活跃状态。博士让白瑞感受空气，深呼吸，感受闪电流过血液的感觉，把自己融入到神速力之中。白瑞按照指示成功的穿越了一辆卡车，摆脱了炸弹。完事后给所有人注射了解药，把魔术师送回了监狱，并且把父亲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白瑞直接摘下了面具，面对老爹，他不必再对家人隐瞒自己的身份了。父子俩相拥而笑。追查威尔斯的事情，光靠白瑞和乔根本没办法解决，他们又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希斯科和凯瑟琳。于是白瑞把身份告诉了艾迪，他们3个人必须齐心协力。威尔斯引导白瑞穿墙的时候所说的那些话，就好像威尔斯自己就是极速者。白瑞已经100%确定威尔斯就是逆闪电。接下来他们究竟能不能查出真相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